就是这份报告呢，虽然篇幅比过去短呢，但是台湾被提到了8次，比过去要多，而且以比例来说呢，应该叫多很多。从中共角度来看，川普的性格上是有缺点的，而这个缺点是可被操控的。怎么说呢？比如说，川普呢好像很讨厌战争，很害怕战争。那中国人讲说，你不希望战争吗？对不对？我也不希望战争啊。那现在台海会爆发战争呢，那就是台独啊。所以只要台独呢没有台独了，我台湾不能台独了，那就不会有战争了。你觉得川普听了几次之后会不会相信？不可能，对不对？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哦。我们《震惊最前线》已经破50万订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哦。同时，我们当初有允诺50集，我们会做一个特别的50万的订户，我们会做一集特别的节目哦。那当然也开放大家可以来留言，提出您的询问，我们会从中间这些问题呢这个挑选出一些议题来回答给大家。当然了，如果没被挑选的也不要难过，我们在未来有机会，我相信在我们相关的节目当中也会尽可能来满足大家。所以如果您看到我们这一集哦，我们就是在开放1个礼拜的留言哦，欢迎大家可以那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社群留言功能会把它关闭，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赶快把握时间。如果有很多你想知道的这些议题，我们会做一些汇整，那样也蛮有趣的因为你透过也看看别人留言什么样的一些内容。也许你会知道有人跟你有同样的一个担忧，或者是想法，或者是观点，那这些部分呢汇整起来，也许也是一个另外一种我们线上的这些评论员的一个民意调查，可以让我们知道大家所关心的题目内容是哪些。就恳请大家，也谢谢大家支持，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留言哦。另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美中台三方的这些三角的关系哦。不断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事实上大家都会去提出来。当然，美国扮演的不只是美中台，美国事实上跟很多国家的三角、四角、五角或多角的关系，事实上非常的绵密哦。那在最近哦，川普政府有公布了一个这个代号是 NSS2025，当然就2025年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部分呢，主要依照的是美国国家安全法里面的规定，大概就是总统他必得要提出这样的一个报告，跟国会跟他们说的美国人来做说明。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看起来是美国好像是内政，但基本上它的战略的目标策略，当然都攸关到全球的新的秩序是否会重整，或者有哪些的一些观点。那这里面呢，大家当提到说中共就是被定位为他们主要的这个体系的竞争者，那就是说印太地区也是21世纪的经济跟地缘政治决战的一个战场哦。所以美国当然针对这部分提出了一些观点跟看法，我想大家肯定对这样子一个美国的很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到底提什么东西会很关注。所以我们今天就针对川普政府所提出来的最新版的美国战略的方向框架可以带大家赶快这个知道一下里面的一些内容。那当然我们很高兴的再次邀请到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老师好来针对这一个报告好我们来解析一下。明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想我就接着来请教老师因为川普重回白宫将近1年的时间，很多人说他应该也从中学到许多过去的一些这个教训那当然从我们至少在谈过去或者看台湾人的政治人物，有时候第2届是大破大立，有时候第2届呢为了往更高的位置或干嘛，有时候就会妥协，觉得没关系，没有连任的压力，很难讲。所以大家也在看美国的川普到底在他接下来这段时间会做哪些的一些事情不过我想我们很关注的相关，特别在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所提到我们也看到他有做了一些调整。刚刚提到的，事实上这个部分在过去美国也有不同的总统有提出类似的报告，所以有人很喜欢把他们彼此之间包含语调用词战略方位有没有做哪些的一些改变。那当然川普是现任的总统，他有很长的一些任期大家当然会知道他到底想做哪些事情所以老师是不是可以请您来介绍一下这一份报告书，来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第一就是因为美国是世界第1强国嘛，世界第1强国动向当然会影响到全球，更何况现在是一个，即便你再怎么说呢，全球
全球联动的关系仍然非常密切。就算没有我们所说的全球化的话呢，全球联动关系密切，所以跑不掉的。所以世界首相动向我们当然很关注，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你刚刚一个词用的非常好，叫大变局啊。这的确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美国政策的变动呢，其实跟国际的这情势变动很有关系，那么也跟中共的这个这种怎么说呢，扩张政策有关系。所以当然再加上比如说俄乌战争，所以这些事情加起来呢，都预示着一个国际的一个变动。而世界第一强国呢，针对这变动呢，它做一些政策调整或方向调整呢，当然会冲击到大家。这份报告的篇幅，坦白说，比过去类似报告呢，大概短了将近一半。但虽然短了一半，它仍然是差不多是1万字的一个报告，然后面向非常多，世界第一强国嘛，它当然会看到全球。不过这么说吧，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所以大概我们今天先不谈别的部分，我们专心谈亚太部分，因为这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我们谈这个部分。欧洲啦、俄乌战争等等，我们留到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谈。而且这份东西因为现在刚刚出来嘛，它当然各方有评论，大家也看到一些不同的点跟不同的面向，所以而且美国方面呢，我猜将来在具体做法上呢，它不一定会完全按照书本来做，因为它是只是勾了一个方向。具体怎么样呢？还要看事情的发展呢，决定怎么做。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做一个初步的分析。那么也就是，针对亚太，尤其针对中共的部分，针对台湾的部分呢，我们做个初步的分析，然后看看我们能看到什么东西啊。所以从这边开始啊，第一呢，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哈，它呼应了我们将近差不多1-2年前，甚至更早以前呢，我们谈过的话题。我们那时候不是谈过古典民主化理论吗？那么也就是过去200年，大家相信只要我们让一个国家这个开始工业化，然后慢慢经济发达，然后生活改善，最后呢，它会走向民主化大家都这样相信的。为什么这样相信呢？因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这些欧美国家都这样走过来的。然后在2战之后，他们看见了，台湾这样走过来了，南韩这样走过来了，西班牙这样走过来了，然后葡萄牙勉强走到了，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个理论是对的。但大家没有想到，后来在1989年到1991年，苏联跟东欧一加起来东欧8个国家再加蒙古的话，10个共产国家3年之内呢完全民主化。但是10个共产国家或前共产国家，它民主化的过程跟我们前面讲那些100-200年来的多个国家的经验并不相同，所以我把它称为就是以前呢叫古典民主化理论，而这个古典民主化理论看起来对共产国家并不适用。好，那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我们过去节目不是讲过吗？我们说古典民主化理论呢有它可以应用的范围，但也有它应用不到的地方。中共就是个案例。但是麻烦的是，欧美的这些政界也好呢，因为受到学界跟新闻界的这些导引呢，他们觉得刚刚讲的古典民主化理论呢，放诸四海而皆准，所以他们想用这个办法呢去对付这个苏联呢，对付什么？苏联跟他们没有什么来往，那最后崩塌了，但他们也没有真正检讨苏联崩塌原因，但是他们觉得，这个方法说不定可以用到中共身上。所以70年代，当美国打开了跟中共交往的大门之后呢，一方面是把中共呢，慢慢培养起来，变成一个克制苏联的一个筹码；另外一方面也怀抱了一种浪漫的想法如果我们让中国大陆经济发达、民生改善的话，它就民主化。所以，即便苏联瓦解了，30多年前瓦解了，但这30多年来呢，大家还抱着想法呢，面对中共。一方面就是希望中国民主化，二方面就是因为大家觊觎那个庞大的市场，所以华尔街了或各大科技公司都跑进去，觉得说这样子能够产生效果。结果现在到了川普这一任呢，其实上任他已经看到了，这一任呢他想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份报告开宗明义就讲说我们过去有一个假设，但这假设是错的。这假设什么呢？我们把对一个国家呢开放市场，让他来做生意，然后我们又鼓励进去投资，让他经济发达，这样他就会他们表面说就是让他融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另外一层含义没有说出来，就是希望他能走上民主化的这个道路，就没有成功。
所以川普这份报告呢，开宗明义就讲说没有成功，不但没有成功，中共反而利用这机会呢，这个壮大了自己，用他新获得的财富跟权力呢，去影响全球等等。所以这等于宣告，就是美国过去30-40年来对中国大陆的交往政策的失败。这是我们过去讲过了，这是第一点。那你刚刚讲到一个词很重要，叫做体系竞争者。我看到这份报告出来的时候呢，中外很多媒体都把这份报告诠释为美国把中共视为核心威胁。可是我把整篇文章、把整份文件看完，我没有看到这个词。我看到词叫做体系竞争者啊，或者说这个有人把它翻译成叫做系统竞争者，不对，体系，因为原来英文字呢还有2个，一个叫 systematic， 一个叫 systemic， 这边用的是 systemic， 所以是系统，是体系竞争，而不是系统竞争。系统竞争就是很组织、很绵密等等，体系竞争就是我们在各方面，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呢，我们都是对抗的，这叫体系竞争。这词比系统还要再强烈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认为，那既然这样竞争的话，那核心是什么呢？大家都以为是军事，其实不是，他说是经济。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经济崛起了，用倾销，然后用廉价的方式，用强大的制造业呢，打垮了国际上这些，不要说很多的国家的市场，也打坏了很多贸易的规则，所以这个是竞争核心。所以美国呢要着重在这里。那么现代经济发展背后呢就是科技，所以美国说我们需要强化科技，比如说 AI 啦、人工智慧啦、量子运算啦、核能啦、太空科技跟水下科技呢，这些呢都要加强。好，这第3个。第4个呢，美国现在有点承认，我单打独斗恐怕有点吃力。那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联合这国际上呢志同道合，或是价值观相同，或至少国家利益相同国家呢，我共同对抗中共。所以联合盟友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好，那第5个就是当然就军事了嘛，不用讲了。那么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对抗到最后呢，恐怕都是你必须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军事力量做最后的手段。军事力量大家都觉得是最好不要用，但我绝对不能没有。所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我们过去在节目上就讲过这话。所以你刚刚说重点摘要，如果我说我们不谈欧洲，不谈其他地方，光谈台海或光谈这个亚太地区的话，大概我看到这些是不含台湾的一些重点。那在这份报告里面，当从老师这样提到，他把这个中国视为一个重要的核心对手，所以既然他把中国当核心对手，当然呢，对于这个比较反共或对于中国威权统治的这种想要抵抗的，甚至是中国的朋友、大陆的同胞来讲，应该会觉得说，那是不是有个转机？那另外当然他会说，如果这样子，台湾应该很重要。那老师如果从这一个报告上这样来看，到底我们会怎么样来看待台湾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的一个角色？我想大家在媒体一些分析上已经注意到了，就是这份报告呢，虽然篇幅比过去短呢，但是台湾被提到了8次，比过去要多，而且以比例来说呢，应该叫多很多。之所以台湾受这么大的关注呢，第一，当然大家可想而知，就晶片嘛。其实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台湾不只是出产晶片，台湾能够出产到这种晶片，出产到这种高阶晶片，出产到全世界占比这么高的这些高阶晶片，因为我们不只是一个晶片的一家公司而已，我们是上下游非常完整的几百家，甚至上千家这些协力厂商，最后打造成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供应链，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公司的问题。所以台湾的半导体应该这样说，台湾的整个半导体产业受到全世界重视，当然这个大家第一个，这毋庸置疑的这个原因。第二个，我们会经常就是台湾的地理位置。那不管你说这个什么岛链这个概念是美国在2战之后，在冷战时期为了围堵中共跟苏共呢，所以是设想出来这么一条战略线。但不管怎么样，你从战争的角度来看，从战略角度来看，这种划分是有它道理的，或这种设想是有道理的。好，那么如果说岛链的构想站得住脚的话，那台湾的在位置呢，地理位置变得非常重要。
第一岛链我们常讲说，从日本出来，经过琉球到台湾，然后到这个菲律宾，然后坐到印尼，就一路下来到了澳洲啊，这叫第一岛链这样走下来。你把这线画出来，台湾在正中央嘛，台湾在正中央嘛。它不但在正中央呢，它向东呢，它先说向西，向西呢是看见台湾海峡，然后看见这个东海的一部分，然后现在兼南海，向东呢就是太平洋，所以它等于就是两洋一海的这么一个联系，然后那边还加上那个印度洋，所以你这样一看的话，台湾的地理位置变得十分重要。我们过去也多次讲过嘛，在国际航运上面，台湾的地理位置基本上是无可取代的。那么也就是说，台湾至少因为半导体产业或因为它的战略地理位置呢，而受到大家的关注。那这份报告还特别讲出一个新的观念，他说，如果我们不是说过去节目提过，东亚一个叫做单一战区的概念，不是有这个想法吗？那如果东亚是一个单一战区的话，台湾的位置呢，刚好把东亚这个战区呢划分为东北亚跟东南亚两个战区，而台湾是联系这两个战区的一个节点，所以这样就显得台湾的重要性呢，又比我们过去想要来的高。好，那么接着美国讲什么呢？美国的首要任务，我得用念的啊，比较准确。美国的首要任务是遏阻台海爆发冲突。最理想的方式是透过维持军事优势，然后遏阻战争爆发。美国维持他们长期以来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基本政策，也基本立场，也就是美国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行为。翻成白话就是中国不能打台湾，台湾不能宣布独立，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让美国首要任务就是遏阻台海呢爆发冲突。好，那么这样就已经勾勒出了美国这份报告的一个重点了，也就是我对台湾的这个重视度呢，其实再怎么讲都不够啊。这个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当然了，过去我们还常常讲，欧洲也这样说，然后前几任美国政府，包括川普第一任这样说，他们重视台湾，因为我们有共享的或共同的民主价值。这次比较少提，但是坦白说。这边没有提，但在台湾保证落实法案里面要大提特提，只是这份里面没有提。好，那就算这份没有提，那么我们再说一次，这份报告认为台湾的重要性，第一在半导体产业，第二在地理位置、战略地理位置。大家觉得说少了一个价值观，很可惜，是有点可惜。但是你若光从这两点，从半导体跟地理位置来看的话，这是我们在国际政上所说的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的表述方式。现实主义呢，当然它不含道德的面向这个很可惜。但现实主义就是我几乎不会放手，因为我若放手的话，我可能就被打败，或者我可能会跌落或者可能我会灭亡，或者会遭受什么命运。所以对美国来说，如果从现实层面去考量台湾，认为台湾有这么重要的话，那这种重要性呢，就不是一般的言语跟一般的概念能比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它的强度反而超过过去。是，如果老师刚刚提到，尤其第二点谈到在地理位置上的部分，那个是回到基本上叫做美国的生命线，他一直是告诉你说这一条是美国的生命线哦。这个你可能会觉得共同民主价值，但那概念告诉你说，台湾的地理位置，就经济上刚刚提到的是经济的命脉晶片，另外他说从地理位置是国家安全的命脉，那条线如果崩掉了，美国可能就会要倒大霉了。这个日本也这样说啊，日本也这样说，只不过现在又比较客气点，对，就台湾有，对，就是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大体上是大家都成立这一条生命线，台湾是在生命线当中的一环哦，所以这样的说法，我想大家可以理解说，美国对于修正一下，不只是生命线当中一环，是生命线当中一个最关键的节点的位置，这样可能更准确。对，这个生命线就是我们那条线的大动脉，那个断了之后会失血过多死亡，所以从这角度来讲，当然可以理解美国这份报告对台湾所提到、所标列的重要性。我刚刚提了，这份报告不只是对美国内部的宣示，它事实上也是对全世界的宣示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中共的反应哦。这个一方面，美国又把它设为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
竞争对手是客气了，以台湾的说法就是，当然就是敌国，就是未来对他们威胁非常大。只外交的用词当然婉转一点，但大体就是美国已经把它定调。现在他们认为最大的威胁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那这个部分的转变，我认为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定锚的一个转变。那另外当然就提到台湾很重要，中共显然一定会跳脚啊，所以老师大家可以预期中共会对这样事情做哪些的反应呢？我们现在看到，我猜后续还有很多反应哈。我们目前看到了，大概可以分成官方跟民间两面来看。官方的回应，坦白说呢，相对低调，相对保守。第一呢，他重申对台湾主权的立场，他说任何外部对台湾问题的这个干预呢，然后都视为的支持台湾独立，然后中共把这个呢看作是红线。我再说一次啊。中共把任何对台湾的支持都视为支持台独，所以台湾很多还有很多幻想啊，这个东西你听完的话就晓得不能有幻想了。任何对台湾支持呢都是触及红线，好，这第一点。然后官方讲的第二点就是说，中共呢准备捍卫国家主权跟领土完整，他警告美方，如果你继续用军事跟经济的手段介入台海问题的话，那中共方面会有进一步的这个应对措施，他当然没有说什么，这话坦白说不算太重，对不对？他就是说了该说的话，就这样。民间的反应呢比较多元一点点，但基本上呢那条主脉呢还在那里。有人说啊，美国现在战略重心呢转向从欧洲地区跟亚洲地区转开呢，转到美洲去了。然后要执行川普版的门罗主义啦，恢复美国在西半球主导位置，这可能是，但坦白说，你如果把整份读完的话，你不会认为那是一个唯一的重点啊，因为你把后面读完就晓得说，其实美国是多个重点，这第一个，所以我不能说这句话不对，但你说整个转过去了，这句话倒不对了。好，第二，那有人认为这个是冷战以来，也就1991年呢，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最大的方向性转变，从温和竞争转到有限合作，转成这个体系性的这个对抗跟全面竞争，所以他说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变化，这点倒是真的，这点倒是真的。当然，川普上一任后面已经差不多讲出这个意思出来了，不过这次好像就像你说的，有些地方措辞呢还是比较精确、比较强硬的。这第二点，第三呢，这个。1972年呢，美国跟中共开始往来。1979年之后，双方建交，然后来往更加密切。那个时候看起来就是美国好像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呢都强势很多，中国大陆弱势很多。到现在呢，那美方的用词就是接近平等或接近对等，这个词当然很耐人寻味。中共看起来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就是你看看，我现在被世界第一大国官式认证，我是世界第二大国，这是高兴地方。但另外一点就是，那我不但是这个世界第二大国，我是他的第一敌人，这就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当然，川普不是讲过 G2 吗？我记得川普讲 G2 的时候，国际新闻界呢。出现这种骚动，说：“哎，你怎么这么说话？”但是不管怎么说，川普这样讲，就代表他心目中呢，大概这个就算不是100%认定了，他的阴影是有的，也就是他多少认定了中共的这个国力上升，然后形成威胁。这点我们倒并不否认，我们只是讲说暴政跟共产主义呢是很难长存的，我们只讲这种东西。好，这第二点。第三呢，就是大家从这边呢，你仔细读可以读到。美国或至少川普政府呢，不愿意跟中共爆发直接军事冲突。那大陆学者就说：“啊，因为我们强大了。”其实不完全是，北韩没有那么强大，美国为什么不直接军事冲突？就我们过去说的，美国对于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一般来说呢比较有耐心，比较有耐心，他比较不敢碰的问题，因为万一对方发疯的话很讨厌。所以你说，美国因为害怕中共崛起，所以不敢军事冲突，不是。而是因为真的是担心核子大战，但是美国或至少川普不想跟中国大陆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倒是事实，这个倒是没话说。美国当年也不希望跟苏联发生军事冲突，但并不代表说美国不想把苏联搞垮，苏联不想把美国搞垮，这是两件事情。好，那再来，
大家在这里面读到，就是美国很希望他的盟邦欧洲国家、欧盟国家，然后日本、南韩等国家呢，都这个提升国防，然后增加预算，然后这个发展新型的能力去什么等等等等。所以看起来就是美国似乎承认他无法独立对付中共，你可以这样解读。另外的解读方式是什么？因为你落单了，你在价值观各方面跟大家都不一样。所以我很容易的把别人都纠合起来来对付你，这是另外一种解释，看你想怎么说。中共为了自我吹嘘，他当然说我现在强大起来了，美国不能单独对付我。但你从另外角度来看，这恰恰说明你在破坏世界秩序，大家想要维护秩序的时候呢，大家呢要共同对付你。所以对有些人就说了啊，大陆人呢，大陆学者说你看这份报告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挑战。但是也是一个借口，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子，可以用正当防卫的理由呢，来强化我们的军事部署跟发展。对了，你可以这样想啦，但你想想看，你过去几年的军事部署跟发展，国际上怎么解读？现在你有没有这借口都没有差别了，因为国际上已经认定你在扩张，你准备扩张了，而且你准备打仗。这是国际上普遍的共识。这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台湾我一直觉得现在是把台湾的感受全球化。因为之前就是很有道理。之前就是只有台湾闷的因为大家为了经济台湾受到的苦真的是闷在心里面，很委屈我觉得现在全球都感受到，我觉得日本现在感受应该更深啊。是这个军机绕台，以前都只有台湾，现在发现中共的这种政权，事实上就是一个不良善，就是一个区域的破坏者。或者说我们节目要再持续加强所以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一份美国最新的2025国家安全这个战略的报告？总体来说，最后一个总结，老师有没有什么一些重点可以再跟我们大家提醒一下？我就回应你刚刚那句话哈，我们过去的节目上也讲过多次了，中共处心积虑要消灭的不是台独，而是中华民国，但他不能直接说消灭中华民国，因为这样说的话，你们就团结起来了。所以我说我要打击台独，你们内部就分裂。所以台湾现在还有人觉得说中共这份东西就打击台独用的，那你是真糊涂了，你是真的被洗脑了。我再提醒一次，赶快醒过来。好，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我们从这个，你刚刚不是提到了说，美国过去有多份这个国家安全报告嘛，国家安全战略或国家安全报告，大概每1-2年就有一份，至少新任政府上来呢，他一年之内呢一定会出一份出来。你如果光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台湾议题的这种被关切的程度或者热门程度呢，有逐年上升趋势，这是蛮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从2017年这个川普的第一任，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讲提台湾，提了几次？提了3次。好，2022年呢提了6次，加1倍，到现在呢提了8次。但我再提醒各位，他篇幅压缩了一半，提的次数增加，表示关切度增加，也表示说重要性增加，就是这样。这是很多台湾这些以美论的朋友们呢没有办法理解或者说不愿意理解的事情所以这个大家回去看看就看明白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刚才说中国现在官方呢对于美国这份报告呢，它的回应跟处理呢相对比较低调，讲话就是照规矩讲了一遍，没有讲特别重的话，也没有做特别重的事，至少到我们截稿为止呢没有做出来。我猜他们的想法是，我对明年的川习会有所期待。那不是说明年4月可能川习会吗？那如果明年4月真的川习会的话，我猜他们想在川习会上要东西。现在呢不破坏气氛，也不要像上几次，本来说什么国务卿要去那边说突然间把气球这个间谍气球进来了，然后什么等等的击落了所以就去不成了。所以他们不想破坏这个氛围，他们想说我们先压低一点点，民间去说。虽然坦白说中国大陆没有太多真正的民间，很多所谓的民间也就顺着官方调子说话，甚至是帮官方说他不方便说的话，是这样子。所以这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过去在另外节目上提到，我们说从中共看川普呢，没有外界想象那么强势。我们现在觉得说川普很凶讲话也很狠下手很重一下子给人家什么100%的关税或248%关税看起来很狠。
中共看起来呢，川普没那么狠，川普恐怕是讲狠话比较多，但是手底下呢，他常常做起来不到位。那么也就是从他们角度来看，从中共角度来看，川普的性格上是有缺点的，而这个缺点是可被操控的。怎么说呢？比如说，川普呢好像很讨厌战争，很害怕战争。那中国人讲说，你不希望战争吗？对不对？我也不希望战争啊。那现在台海会爆发战争呢，那就台独啊。所以只要台独呢没有台独了，我台湾不能台独了，那就不会有战争了。你觉得川普听了几次之后会不会相信？不可能，对不对？虽然底下聪明人多，但是大家想说，哎呀，顺着他讲一次没关系。一旦你顺着讲一次之后，中国人说那这样的吧。所以你看，你讲完之后呢，就台独就不可能了。你要不要这样讲？你过去讲是不支持台独，弱了一点点。你如果讲说美国反对台独的话，那你看台湾敢不敢台独？你要不要这样讲？川普或他团队下想不清楚，说明就说了啊，美国反对台独。当然，这是我们刚刚讲说是不支持嘛，啊，那美国反对台独。一旦这样讲的时候，中共就会告诉美国说：“你看，你把台独的可能性完全拿掉了，台海就和平了。你应该拿诺贝尔和平奖。”你觉得川普会不会高兴？很可能很高兴，对吧？好，那这样子，那这样子，我们就来试试看。那你要不要说一次看看？你说次之后，我就提名你拿诺贝尔和平奖。那中共提名，你觉得川普会不会觉得说大有希望？会吗？好，那他这样子说了。那你要说，万一还不够呢？那这样好不好？我们为了要让这事情看起来更扎实一点，国际社会更能接受，然后你的那个诺贝尔和平奖更有保障。那这样子，我们签第4公报。我们不是前面有3份公报吗？72年的上海公报，79年建交公报，然后82年的这817公报，我们签第4份公报。你反对台独啊，再加点其他什么东西，你就可得诺贝尔和平奖。你要不试试看？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共认为他们真的找到了一个点呢，去操控川普。我们在兵法上讲说，将有这个5师了，就做个大将军呢，你有5个缺点不能犯的。你太喜欢名啊，然后太怕杀人啊，然后就畏惧战争啊，什么的，容易生气等等，这些呢都是为将的这个大缺点。他说为将是讲战场，那讲国家呢就是决策者。所以我们用同样标准去看呢，中共会认为川普有缺点可操控，这是我们真正要提醒大家的。是哦，这个部分大概也是今天透过明老师帮大家解析2025美国总统提报给国会当然也是对外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书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这等于最新版的美国对于他们的国家战略的规划方向策略这一些原则的部分来讲，也很明确的来把它做一些这个清楚的一些说明。里面当然有许多关乎在全球，当然刚老师有特别谈到，今天这一集是针对有关在我们比较关注的中共或台湾的相关的一些或者亚洲地区的这些亚太地区的角色，我想这个部分大家应该会更有一些兴趣那也会做这些相关的一些事情的一些探讨跟追踪。当然它不会结束因为通常跟台湾一样，一个报告书出来，后面哪怕是美国国内都会产生一些效益大家来开始做一些讨论，但都值得我们好好来关注这也是我想我们的节目最大的这个原则初衷希望把第一手最重要的国际重大的一些讯息透过明老师这样的一个专家很清楚的把这些脉络跟大家说明可以用很短的时间真的是用一集节目来听这个老师一辈子的功力这也谢谢大家的一些支持。所以喜欢我们这集节目，也欢迎大家帮我们转传按赞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那刚刚一开始也提醒因为我们的这个订户来到50万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我总有天真的浪漫的幻想，如果50万人真的不是中共派来这个假的来做监看跟监听，是真的发自内心愿意来支持，我都觉得透过大家的帮忙，愿意再推荐1个、2个、3个亲朋好友，感觉我们应该很快可以翻倍到100万的支持因为我说了，这倒不是沽名钓誉啦，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种使命的人，最希望的就是可以影响更多人，所以在这部分来讲，越多的订阅，当然也是肯定我们的传播的效果会更好。那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希望大家也成为我们的这些志工一样，来把我们的一些理念观念可以推展给更多人，因为真的是要让更多人觉醒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也是大家可以来做的事情再次谢谢老师，谢谢，感谢大家的收看。
对，老师，其实这一集我倒觉得有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提到8次，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说，那不是代表台湾离战争真的越来越近了？难怪有2027要打台湾。不过老师有一个很重要，一直在谈，叫做空前难受，也空前安全。对对，这部分要不要再让大家可能可以了解跟关心一下？这不是讲了吗？美国他说他要打造一支军队在第一岛链任何地方都能嚇阻战争的爆发嘛，讲得非常清楚了。然后，自己觉得还不够，把日本、南韩什么全部都揪团进来了。所以还是那句话，空前难受，空前安全。飞机飞过来的时候，搞战备警军的时候，然后对台湾进行这个实弹射击演习的时候，这是空前难受的时候。但空前安全就是应该不会有真正最后大事件爆发，除非中共真的糊涂，真的疯掉了或干嘛的，除非中共跟自己过不去，否则不会打台湾。所以这个我想也可以让大家，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连我自己都遇到，说到底会不会打仗，到底会干嘛？但我们一直说到，不是要大家轻忽说，所以不会，就高枕无忧，真的军购什么都不要，有准备才不会发生。对，我觉得这部分是真的要一开始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这个前提，现在是空前难受，也空前安全，但前提是你要先做好承受难受的准备，你不能都觉得有恃无恐，这还是会出问题。是对，谢谢老师。哪里？谢谢。